大家好，我是 Paul， 这是一个以讲述创业故事、赚钱人物以及金融诈骗案件为主的频道。欢迎回到谈谈走走。您曾经将你的小秘密告诉您的亲朋好友吗？您在说完以后，期待他们不会说出去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。这个时候，你会懊恼吗？相信你经过这样的事情，再也不敢告诉别人你个人的隐私，但有可能不小心又重复同样的行为吗？今天的故事是描述一个天才型的假钞制造专家，他从别人那里获得了假钞制作的方法，原本几乎完美无缺的赚钱行动，却因为未能遵守重要的3个红线秘密原则，致使诈骗行为曝光，获得了牢狱之灾。他到底当时制作方法是从何而来的？他是如何改进成完美的技术？3个红线秘密又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这是一个真人真事，伪钞者亚特·威廉斯的金融诈骗案件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全世界每天的货币流通量超过了40兆美金，其中的伪钞大概占了 0.05%，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尽管各国不断加强防伪技术，但仍然难以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。今天故事的主角，他曾经制造了当时最逼真的假钞，前后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，更成功的躲过美国特勤人员 FBI 的调查，长达14年。这里要先说一下，如果你观看我们的影片后觉得有受益的话，别忘了给个赞和分享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回到正题。1972年，威廉斯出生于美国芝加哥，父亲有了外遇，抛弃了威廉斯母子，他只好在帮派聚集的贫民窟中求生。在如此险恶环境成长的威廉斯，对于未来已不抱任何的希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见了一个神秘的男子，他是母亲的好朋友。神秘男子非常同情威廉斯的遭遇，他相中威廉斯的聪明，特别是看到威廉斯天天在街头鬼混，感到非常的可惜。神秘男子决定帮助威廉斯脱离现在的生活。有一天，神秘男子把他带到一个地下室，在这个地下室里面有一座印刷工厂，正在工作的机器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。威廉斯感到很疑惑。当他走到地下室尽头，他看到大量的绿色油墨，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。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假钞制作者。神秘男子告诉威廉斯，他叫达文西，是个意大利人。他要将家族流传好几世代的伪钞制造技术传授给他，并且强调说，学会制作假钞以后，有3个红线必须遵守，否则人身安全将会受到威胁。第一条红线，绝对不能轻易告诉别人，因为一旦别人知道了，就会向你要钱。如果不给他们，他们就会恨你，甚至举发你。如果给了，他们一旦被抓，就会把你供出来。第2条红线，绝对不能在居住地区使用假钞，因为假钞一旦在一个地方大量的被使用，就很容易的会被发现，警察很容易会利用线索找到你。第3条红线，绝对不能贪心，一次不要印很多钱，要少量的印，小心谨慎才能够长久。第2天，威廉斯来到地下室的印刷厂，达文西开始教他制作假钞的技术。他们的目标是旧版的100元美金。制造假钞的技术非常的复杂，但总结起来大致分为4个步骤。第一步是制版，先拿一张全新的100元真钞拍照，然后取出底片，使用弧光灯燃烧器的设备来照射底片，就可以将钞票的图样在印版上烧出浅浅的一层，这样模板就制好了。第2步是使用化学药水清洗金属印版，直到印版表面图案变得清晰可见，鸿沟分明。第3步是调墨，这一步是非常需要耐心和技术的，因为颜色稍微有些偏差的话，就会被敏感的收银员发现。第4步，准备印刷用的纸张。印钞纸与普通的纸不同，然而神通广大的达文西早已经有了门路，搞到这种纸张。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以后，就可以启动印刷机印钱了。看到一张张全新的100元钞票从印刷机里印出来，威廉斯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。就在印完第3批伪钞之后，达文西却突然的消失了，地下室的印刷厂也跟着不见了。威廉斯明白，
达文西传授给他这项技术，就已经违反了第一条红线禁忌了。为了安全考虑，他只能选择离开威廉斯。而此时的威廉斯还没有学到制作假钞的精髓，而且印刷厂的设备也没了。他凭借着观摩达文西制造伪钞的技艺和过人的偏知，甚至迎合时代的脚步，利用先进的机器和软体技术，把数位印刷术和传统印刷术结合起来，终于研究出一套复合印刷法。这个比达文西的方法更加先进。钱印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怎么样把假钞卖掉。威廉斯透过一个街头混混的朋友，找到了芝加哥的一个黑帮。黑帮很满意威廉斯印出来的假钞，并且用1/4的价格买了10万美元的假钞。就这样，威廉斯一下子就赚了25000美元。现在的威廉斯已经可以做出饥渴乱真的100元美钞，为自己赚入可观的财富。他开始拿着这笔钱花天酒地，制造假钞的事情，他的妻子并不知情。然而事实真相终究无法隐瞒。威廉斯的妻子很快的就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并且和他离了婚。威廉斯深受打击，再加上有几次差一点身陷危险，他也曾想过不再印制假钞了。1996年，威廉斯因抢劫被捕，3年后被假释出狱。1999年出狱几周后，威廉斯和新任妻子上街购物时，他的妻子拿出一张全新的100元钞给他付钱。就在1996年他被关起来的时间，美国财政部发行了有史以来最安全的100元的新钞。这个时候，威廉斯第一次看到新钞票，他握在手里，短短的几秒钟，他的好奇心被燃起，就像埋藏的炮弹突然爆炸一样。他惊讶地发现100元钞改版了。他很仔细地研究这些新功能，新美钞的每个特点都让他很感兴趣。人像、变色墨，尤其是浮水印，就连纸钞的触感也不一样了。这时威廉斯被撩起来，以前曾经有过的梦想和挑战，复杂的图案更激起了他的想象力。他对于伪造的热情又重新燃起来了。于是他们就在居住的公寓设立了暂时的印刷厂，制造100元钞。但是他所要克服的是验钞笔的检验。威廉斯花了数个月的时间，重点研究了水印、防伪线、变色墨水和微打印的细节，将100元美钞的安全功能一一破解，制造出超级完美的伪钞，甚至于连执法人员也都很难分辨真伪。威廉斯和他的新任妻子于是开始了环美购物之旅。他们一边制造伪钞，一边使用这些假钞在大型购物中心消费，疯狂买东西来换取真钱。这样他们买的越多，就赚的越多。根据威廉斯后来回忆，在这短短的2年之中，他们就已经月换超过500美金的假钞。到了这里，你一定会很好奇，后来威廉斯是怎么被抓的？一直以来，威廉斯都谨守着达文西告诫的3个红线禁忌，成功的经营自己的伪钞生意，也躲过美国警方的查缉。但是接下来的情节发生的有点夸张，不可思议。有一天，威廉斯和妻子在家里看电视，正好看到了一段关于父子亲情的画面。威廉斯突然想起来自己许久未见的父亲，瞬间痛哭流泪。他决定要去寻找自己的父亲。在找到父亲之后，威廉斯把这些年制造假钞的事情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现任的妻子，而现任的妻子又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夏尼根夫妇，并且把假钞给了他们。就像威廉斯一样，夏尼根夫妇拿着假钞去购物中心买东西，但是由于初次使用假钞，难免心情很紧张。这种紧张的神情很快的就被店员察觉，并且报了警。夏尼根夫妇被抓了，并且供出了威廉斯。就这样，威廉斯的事情终于暴露了。威廉斯被判入狱，直到2013年才被放出来。天才总归是天才，在威廉斯获得了达文西假钞制作技术，制造了完美的美钞，但因为跨越红线，受到了牢狱之灾。但出狱之后，他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，生意做得特别好。他的人生终于走上了正途。同时，他还出版了自己的传记《32阶的伪钞天才》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